各国领导人齐聚联合国正在开会，屏幕忽然一黑，饺子的大头出现在里面。他扬言自己有137个核弹头，对准了所有国家的首都，世界将归他掌管。发表完这番野心勃勃的宣言后，饺子忽然发现自己赤身裸体，浑身瘙痒。他从床上苦恼地爬起来，可恶的跳蚤毁了他的美梦。饺子赶紧闯进主卧室，冲路易斯大喊：“愚蠢的奴隶，起来干活了！”路易斯一瞧，他的心肝宝贝浑身是包，惊得瞌睡全无，忙向老公求救。皮特说：“屁大点事儿，不要慌，他小时候还满身臭虫呢，正好让儿子忆苦思甜。”饺子认为罪魁祸首一定是小布，想直接送他上路。第二天清晨，小布在卫生间咬身上的跳蚤，几乎快被这些该死的虫子折磨疯了。皮特一瞧，上来就给了路易斯一巴掌，好让自己冷静冷静。克瑞斯和梅根也遭了殃，看来跳蚤之灾已经蔓延全家。皮特吐槽说：“看来是时候学习跳蚤的语言，和他们通婚，消除文化隔阂。”路易斯怒了：“少给老娘嚼舌根，快去给除虫中心打电话，混蛋！”除虫中心里，员工们正在锄大地摸大鱼，警报声忽然震天响地，他们全副武装，迅速展开行动。一位同事在上一场除虫战役中精神受创，蜷缩在墙角不肯再战。这种人设在电影里一般是要当英雄的。除虫战队杀进皮特家，望着满墙的跳蚤，吓得脊背发寒。3把冲锋枪将整栋房子扫成了蜂窝状，子弹打完就抡警棍，伴随着手榴弹的爆炸声，邻居一听还以为独立战争再次打响。无奈跳蚤实在太多了，3名弹尽粮绝的战士被逼入墙角，只能扔掉武器向上帝祈祷。就在这时，之前没来的那位同事毅然赶赴前线。战争片的常用剧情，他果然来当英雄了。除虫战队封锁了皮特家，看来这场战役还得僵持许久。小布建议家人们去旅馆暂避几日，皮特说他们最好带上现金，有些地方不能刷信用卡。他之前就遇到这样一个卖饮料的小女孩，一瞧就是在饮料里加了攒劲儿的东西，肯定不是因为他又小又穷买不起 POS 机，所以正义的皮特捣毁了他的小摊，这就叫为民除害。总之，皮特家入住了旅馆，为防跳蚤，饺子还搞来一台紫外线探灯检查房间。跳蚤倒是没找到，不过他发现了窗帘上的牛奶和床单上残留的呕吐物，所以说千万不要仔细检查旅馆房间，那里是人类社会的污秽集中地。旅馆还有露天泳池，皮特一家吃着风和日丽，前去享受旅游的乐趣。克瑞斯担心自己太肥被人嘲笑，所以死活不肯脱衣服下水。他还记得上次去超市，保安还以为他胸前2条肥肉是藏了火腿，把他当成小偷撵。皮特说：“嗨呀，多大点事儿！”立即当着众人的面缩胸，然后对克瑞斯说：“好了，现在你有更丢脸的事儿了，老爸给你拿瓶可乐压压惊。”泳池里的饺子这会儿没人管，学着蜡笔小新的套路，堵着出水口感受水流的温存。搬回家后，路易斯给儿子单独做起了减肥餐。克瑞斯闻着蔬菜的味儿就想吐，可是没办法，谁让他得减肥呢？饺子趁机消遣大哥。原本很挑食的他，现在吃牛排吃出了高潮的感觉，满口哦耶哦耶。皮特也开始支持儿子的减肥事业，带着克瑞斯去健身房撸铁。2位健身教练一看就是弗雷尔卓德出身，喊着心脏就是最强的肌肉，把哑铃撸得虎虎生风。作为万年肥宅，克瑞斯死活不肯运动。身为恶作剧之王的皮特有的是手段治儿子，他用马桶铲子做了个肥宅驱动器，又用火堆助推引体向上，在狗熊不寻鱼的河里激情速泳，慢一步这辈子就不需要担心肥胖问题了。折腾来折腾去，克瑞斯一上车发现自己居然还重了，顿时心态崩盘。皮特一瞧，这不应该呀，撩开儿子的衣服一看，发现饺子这个小坏蛋钻进大哥的游泳圈里，搞个恶作剧，差点把自己憋死。皮特也很愁啊，他在酒吧里和楼下小黑诉苦，说儿子减了1周的肥，半点效果都没有，现在心态崩盘，闹着要去死。小黑闻言建议他去做抽脂手术，直接将皮下脂肪吸出来，见效快不反弹，绝无副作用。正好小黑的兄弟大黑就是个整形师，算皮特友情价还打8折。皮特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就去了。大黑先给顾客做术前心理疏导，说他会悄然而迅速的进入克瑞斯的身体，和脂肪战斗，充满激情的战斗。皮特父子听得心里发寒，心说这家伙该不是个 gay 吧？克瑞斯终究还是没敢做抽脂手术，他一回家就盯上了餐桌上的大蛋糕，这是路易斯给饺子准备的食物。这小子本来还不肯吃，一瞧大哥回来了，赶紧一头埋进蛋糕里。路易斯骂他现在胖得像头猪，为了故意恶心克瑞斯，他也真是拼了。路易斯对克瑞斯的决定很欣慰，他认为减肥要靠汗水和努力，只有又懒又自恋、对自己不负责的白痴才会去做抽脂手术。话音未落，高瘦版皮特回来了，家人们看得目瞪口呆。就这手术效果，至少吸出了200磅脂肪，相当于一整扇猪肉。皮特安慰妻子说：“嗨呀，多大个事儿，这不就相当于路易斯生下克瑞斯的时候，这大胖小子那样一个肥呀，相当于8个月大的猪仔。”又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周末，皮特一家都去公园晒太阳，饺子已经胖成球，一屁股下去摇摇马都会断。克瑞斯追着炸鸡打转，好像一只咬自己尾巴的小狗。皮特和小布坐在长椅上聊天，他说自从
抽脂以后，感觉自己好像脱胎换骨了一般，从过去的种种束缚和桎梏中解脱。他现在想做真正的自己，干一些在心里压抑已久的事。小布说：“我的好伙计，想做什么就去做吧，人生苦短啊。”皮特有点不好意思，说：“我其实一直想骑着你在夕阳下奔跑，以前太重，怕只能骑一回，现在没这风险了。”小布闻言震怒，怒斥皮特是个衣冠禽兽，我把你当兄弟，你居然想骑我！瘦下来之后，皮特还有一些新发现，比如他洗完澡往下一望，能看到以前被啤酒肚挡住的小兄弟。有老爸这个先例在前，梅根也动起了抽脂的念头。路易斯一口否决，让他死了这条心，说抽脂除了满足人们的虚荣心，没有任何好处。不要以为年轻就能任性妄为，等老了有你后悔的。皮特这时凑来当反面教材，他还想隆个鹰钩鼻，给身体塑形。路易斯苦劝不住，在这个家里，皮特一向是随心所欲。不久，肌肉型男版皮特回到家里，家人们几乎快认不出他来了。路易斯摸着老公浑身的肌肉，痛心疾首地表示，他还是喜欢原来的皮特，就算是酒糟鼻、啤酒肚、八字奶，但这至少是他真实的样子。路易斯越说越生气，心火腾腾地往上涨，他将孩子们赶出门外，猛地关上门，像饿虎一样扑向皮特，要狠狠教育他以貌取人不可取。皮特说：“道理我都懂，不过说这话的时候不要解我的裤腰带好不好？”过了几天，皮特去超市买菜，就在他排队算钱的时候，经理两眼冒光地凑过来，表示像他这么帅的男人到哪儿都不需要排队。经理是丽人俱乐部的成员，他们信奉美貌就是特权，不管是天生丽质还是后天塑造，俊男美女都是人上人，到哪儿都可以刷脸，让长相平庸者俯首称臣。皮特来到丽人俱乐部，就仿佛回到了家里一样。经理还送给他一份新手大礼包，里面是各种护肤品，还有特制的消化药，让他放屁都是草莓味的。饺子现在已经胖到一而已都会压断的程度。小布一瞧，问他是不是瓜熟蒂落，饺子想翻身，却胖到胳膊难着地。蔫坏的小布想拿他当溜溜球，嘲笑他害人中害己。路易斯瘫坐在沙发里，望着结婚照，悲伤的不能自己。皮特自恋到连旧照都改了，他痛斥皮特被猪油蒙了心，石灰迷了眼，现在只顾陶醉在自己虚假的美貌里，全然忘了他的初衷是帮儿子减肥。克瑞斯现在已经找到了肥宅驱动器的 bug， 皮特便带克瑞斯去丽人俱乐部，想刺激刺激儿子，让他有奋斗目标。路易斯望着皮特的蜜桃臀，欲望和理智在心里激烈交锋。克瑞斯跟老爸去丽人俱乐部，却被拒之门外。经理表示他们这里不收肥宅。皮特当场表示，如果不让克瑞斯进去，那他就一个人进去。克瑞斯人都看傻了，说好的父子情深到位，一头钻进卧室，蒙着枕头痛哭。最后还是梅根安慰好了克瑞斯。路易斯指着皮特的鼻子大骂，干脆让医生把你脑子里的肥油也抽走好了。皮特气得摔门而去。路上开车的时候，望着后视镜里的帅脸，挪不开眼。最后车子撞上了树，他从悬崖上一头摔下，掉进了杀猪场的猪油罐里，像喝啤酒一样把这一大缸全干了。皮特再度醒来时已经在医院了，在充分吸收猪油后，他再度变回了肥宅。路易斯问他是否有从这次教训中学到什么，皮特嘴角一歪说：“当然没有，不愧是你，皮特。”